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，这些菜医生从不买，就藏在菜市场，看完你最好也别吃了。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，他们对饮食更加的讲究了。除了吃足够的食物，更多的人在追求自己的安全和健康。总说多吃蔬菜，因为蔬菜会提供很多的营养成分，比如维生素、矿物质、膳食纤维以及多种植物化学物质等。但是有些蔬菜却可以让人中毒，甚至是致癌。这些蔬菜医生都不会碰，您也千万别再吃了。无根豆芽。在不少的菜市场里，有一种没有根须的，而且肥胖白净的豆芽占据着大部分的市场，这就是无根豆芽。无根豆芽在生产过程中，除了大量的使用无根剂、防腐剂、增粗剂等的化学原料外，还会用上漂白粉、保鲜粉等有毒的化学原料。如果长期使用，将危及健康，并且可能会导致消费者身体细胞癌变。选购豆芽的时候要注意区分无根豆芽和有根豆芽。青色西红柿。青色西红柿是未成熟的，这种西红柿因含有一种叫做龙葵素的毒素物质，食用后口腔有苦涩感，会出现恶心、呕吐、头晕、流涎等的症状，建议购买红色成熟的西红柿。腌菜。不知道大家是否听说过，腌菜中有很多的亚硝酸盐，会致癌。但其实亚硝酸盐的多少和腌制的过程有关。腌菜在腌制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有亚硝酸盐产生，但是亚硝酸盐的含量会有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，腌制后半个月左右达到了峰值，此后递减。小摊贩不一定了解相关的知识，可能腌制几天就开始售卖，大大增加了摄入过多亚硝酸盐的风险。同时，菜市场上的腌菜腌制的条件也无法得到了保证，杂菌生长繁殖会造成微生物超标，在售卖的过程中操作不规范，也可能会带来微生物，尤其是致病菌的传染，增加食物安全风险。新鲜木耳。木耳有很多有利于人体健康的功效，但是对于新鲜木耳一定要谨慎食用。鲜木耳含有一种叫布林的光感物质，人食用后经太阳照射可引起皮肤瘙痒、水肿，严重的可致皮肤坏死，所以一般认为最好不要食用新鲜的木耳。选取干木耳。经暴晒的干木耳在暴晒的过程中会将大部分的卟啉分解掉，而在食用前，干木耳又经水浸泡，其余的卟啉会溶于水，因而水发的干木耳可安全的食用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浸泡干木耳时需多换几次水。除了以上的食材，以下的食品也要谨慎购买。半成品的蔬菜。新鲜蔬菜每多放置一天就会损失大量的营养素，已切好的蔬菜更不要久放。研究发现，若把绿花菜、萝卜之类的十字花科蔬菜切碎之后，在温湿空气中放置6个小时，抗癌物质的损失率可达 75%。 如果不切，把它们完整的放在冰箱中储存7天，抗癌物质只会有少量的损失。切好的水果。切好的水果虽然吃起来方便，但不如完整的水果吃着放心。将水果的表皮去除后，维生素 C 以及其他营养成分就会流失，在加工的过程中也很难保证超市的水洗、浸泡等的程序是否卫生。水果切得越小，暴露的时间越长，水果越容易变质。吃的东西很大程度上可以直接的决定你的健康，跟吃有关的东西还是别偷懒了，自己动手更能够确保是否干净。所以建议大家要尽量的不要常买超市里已经切好的蔬菜和水果。干货坚果。菜市场的干货坚果一般都是散装的，如储存环境条件不当，很容易就会失潮。坚果失潮后容易滋生霉菌，产生的黄曲霉毒素具有较强的致癌性，
干或湿潮会加快腐败变质，不但影响口感，还可能会造成微生物超标。另外，散装食物随手可抓，大大的增加了致病菌污染的风险，威胁着人体的健康。4. 卤味熟食。菜市场的小摊贩一般卫生条件简陋，并没有低温保存的冷柜与消毒杀菌设备，散装熟食极易滋生微生物，导致腐败变质。再加上小摊贩基本没有经过食品安全操作培训，很难按照正确规范操作，刀具、餐具生熟不分，很容易造成致病菌、寄生虫的交叉污染。实在想吃，还是去正规的超市购买吧。上面说了逛超市和菜市场需要注意的地方，接下来就分享一些超市购物的小窍门吧。1. 拿货架靠里的商品。曾有调查发现，货架最外层的商品被拿起的频率很高，而且多数人只是随手拿起来看一下，却并不一定要买，因此容易沾染了细菌。同时，如酸奶、牛奶之类的商品，摆在货架最外层的还很有可能是靠近保质期的食品，因此建议大家在超市购物时，尽量的拿取摆放在货架里面的商品。2. 熟食别放最下边。因为购物筐或者是购物车常被使用的非常频繁，尤其是其底部往往细菌密集，所以建议人们不要把购买的熟食放在最下面，以免沾染了更多的病菌。生鲜和冷冻食品最后买。一般来说，超市内的温度要比冷柜要高一些。如果是先买生肉、海鲜、速冻食品的话，在结账前这段时间就容易导致皮开始化冻，从而使自身的细菌的可能性增加，所以建议最后选购这类的食品。3. 注意保质期。购物的时候要多看看食品的保质期，少买散装的食品。这2大水果活血降压、养肝护肾、润肠通便，家里一定要常买。1. 梨。梨被称为天生的甘露饮，滋养肺胃之阴，适合口舌生疮、咽喉疼痛的人群，有润肠通便的功效。梨皮、梨核都有滋阴效果，可千万不能扔梨皮，它有清心润肺，它的止咳功效其实比梨柚更好。梨中含有的木质素，这是一种不可溶的膳食纤维，有润肠通便的作用。梨还能利尿降血压，梨汁能够促进食欲，帮助消化，并且有清热和利尿通便的作用，可以适当的补充水分和营养，对降血压有辅助的作用。同时，梨的矿物质成分高钾低钠，有助于控制血压。2. 桑葚。桑葚味甘入心、肝、肾三经，是滋阴补血、养肝生津润燥的佳品。而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看，桑葚富含蛋白质、氨基酸、胡萝卜素、白藜芦醇、花青素等，价值是苹果的5到6倍，葡萄的4倍，有民间圣果的美称。既可以直接食用，也可以熬制成膏，或者是自干泡茶。1. 补肾养肝。中医认为桑葚味甘性寒，入心肝肾经，有滋阴补血的作用。中医古典也早有记载，治肝肾、充血液、健步履、息虚风、清虚火。如果大便干燥不通畅，这个时候吃桑葚来缓解。它的膳食纤维含量也非常丰富，在水果中排名第5，有助于润肠通便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